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店家阿博。英雄联盟 MSI 对抗赛已经落幕，安安季也锁定了小组第一，T1小组第二。那么这意味着安安季将在 G2 和 EG 之间选择一个成为半决赛的对手。最终，安安季选择了 EG，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毕竟 EG 是这4支队伍里看起来最弱的一个，让 T1 再度面对 G2。这个剧情跟2019年非常相似。当年 IG 选了看起来很弱的 TL，T1 去对阵 G2， 结果 IG 被 TL 打成了猪头， T1 也在鏖战5局后不敌 G2 落败。最后 MSI 的决赛变成了欧美大战，难不成2019年的剧情今年再度上演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太有意思了。半决赛将在5月27日开始，安安季和 EG 的比赛将率先开打，我们敬请期待吧。在 MSI 比赛结束之后，等待着 LPL 观众的将是看点十足的2022夏季赛。近日，杜茵 B 在直播中与前 FPX 打野选手西叶连麦，西叶询问了杜茵 B 夏季赛开赛时间，杜茵 B 表示可以告诉西叶，但是不能在直播间公布。二人小窗口密聊后，西叶问杜茵 B 几号开赛，杜茵 B 脱口而出10号。6月10日开始 LPL 夏季赛，这个日期其实也是正常的，因为往年的 MSI 都是5月20日左右打完，各大赛区都在6月10日前后进行夏季赛。除了征战 MSI 季中冠军赛的安安季，其余16支 LPL 战队都在为夏季赛做准备。就在5月24日，坏消息传来，前 IG 队长、现威武主力中单易劲哥 Rocky 的父亲离世。低调善良的 Rocky 在社交平台写道：“爸爸去世了，希望他在天上也可以开开心心。”看到宋一静这番话，阿博也忍不住替他心酸。Rocky 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好，还记得 S9 那年，宋一静突然缺席比赛，原因是父亲身体问题需要陪伴。当时 IG 找了2队中单焦太郎，让他暂时顶上中单位置，焦太郎也算打出了身价。可惜后面实力下滑，不如以往。留言安慰选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宋一静的 IP 属地似乎变了，原本应该在 LPL 基地的他，似乎出现在 LCK 赛区。联想上一次他提前回家照顾父亲，这次是不是先得知了消息，回家见父亲最后一面？这种心理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亲人出了问题，谁都要回老家照顾照顾的。如果宋一静能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，也算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了。他早早来到 LPL 赛区打比赛，每年2个赛季都没法回家，留下的时间长了，他甚至1年只回去1次，亲人团聚的时间很少。Rocky 肯定想好好见父亲一面，可惜最后结果跟 S9 那年不太一样，宋一静还是失去了家人。如今已经5月底，距离夏季赛正式开赛只剩半个月。这段时间，宋一静有的忙了，他要办好父亲的事情，还需要战队帮忙办签证。等飞来 LPL 赛区，宋一静可能又有14天没法上场。这样看来，他很有可能赶不上夏季赛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再上场。不过这对宋一静来说，对威武来说也是一件好事。骤然遇到这种事情，宋一静需要一段时间调整心态。威武春季赛表现不错，一度成为常规赛第1，虽然最后冠军不是他们，但威武也是4强战队了。卡萨、宋一静和其他9位选手表现都不错，夏季赛值得期待。除此之外， EDG 这时候也突然遭重，训练赛结果显示他们出了问题。最近 EDG 跟 IG 一起训练，一边是冠军选手，一边几乎是全新人的 LDL 阵容，实力差距应该很大。本以为 EDG 能轻松取胜，谁知碾压的那方是 IG，EDG 输了这局训练赛。最让人无语的是选手表现，冠军辅助 Mako 送了13个头，新训练结果拉胯，让人担忧，能打进世界赛吗？ EDG 没夺冠的时候， LPL 观众开玩笑喊话队员，世界赛一定要好好打，回来想怎么送就怎么送。田野或许把这话听进去了，世界赛表现不错，拿到大满贯，如今却拉胯起来，连队友也要甘拜下风。这样的训练结果让人担忧， EDG 能打进世界赛吗？ EDG 这种表现不负冠军队伍风采，
还记得春季赛结束时阿布说过的话，休赛期会严格要求 EDG 队员每天训练上王者。说起比赛成绩，阿布直言选手实力不够，会调整教练阵容、比赛 BP 等等。当初说的信誓旦旦，夏季赛快要开始却交上这种答卷，难怪观众们担忧 EDG 近况。前段时间阿布接受杂志采访，吐露春季赛打得不好的理由，选手没休息好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训练排位。那么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可能 EDG 夺冠后人气太高，许多人邀请他们拍视频、拍照片、接受采访，导致选手们没时间训练休息。夏季赛快要开始了，这段时间 EDG 队员应该很忙碌，不过邀约再多也不能挤占训练时间。EDG 现在状态下滑很多，连新阵容组成的 IG 都赢不了了。想收获更多人气， EDG 战队必须安排足够休息时间，才能让选手打出更好的成绩。与此同时，根据 LOL 测试服爆料， MSI 结束后的 12.10 版本，大龙迎来大幅度改动，攻击力由125改为150，最大攻击力由435改成520，技能贪婪腐蚀由60调整为70。另外新增了一个机制，那就是大龙被攻击后的30秒内无法升级。相信很多观众都还记得，在2021年世界赛上，阿安季对阵 EDG 的比赛，魏就因为大龙升级导致伤害计算失误，结果被 EDG 将龙抢下。当镜头给到魏的时候，明显看到魏仰天叹息，心态受到了影响。如果这个大龙阿安季能拿下，那比赛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写。当然，这次拳头突然更改大龙机制，也不是为了照顾阿安季，而是根据 LCS 赛区的反馈进行了调整。但这次机制改动之后， LOL 赛场很可能出现新的战术，就是动不动骚扰大龙一下，让大龙始终保持在较低的等级，从而方便偷龙。除了大龙机制迎来改动之外，新英雄虚空女皇机制的公开也引发了不少玩家的热议。根据技能介绍，虚空女皇比尔维斯被动可以增加攻速，击杀英雄或者大型野怪后提高攻速，并且攻速没有上限，这就决定着这个英雄是要以平 A 和技能混合打伤害的英雄。不过这个英雄最让人感到超标的地方是他的大招。根据技能介绍，他的大招可以影响兵线，所以很适合4-1分带的体系。另外攻速快，清兵效率也高，在很多玩家看来，这个英雄有点剑圣的味道，但比剑圣更加强大。从机制来看，就是一个妥妥的超标怪。但目前这个英雄具体的数值还没有公布，如果数值也不差的话，那么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新的赛场上非班必抢的英雄。整体而言，这届 MSI 之后的游戏版本会经历新的改动，并且针对 MSI 版本强势英雄做出调整。对于拳头新增的大龙机制改动，阿博认为这个举措有助于降低比赛的随机性，对于很多战队打野选手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。不过30秒无法升级，在很多玩家看来确实时间有点长了，而且后续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漏洞。而虚空女皇的到来也能体现出拳头出新英雄的思路，那就是机制上的创新。从机制来看，这个英雄的热度自然不会低，甚至能成为赛场香饽饽。那么对于大龙机制调整和新英雄的技能，大家有何看法呢？